但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今天的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英伦。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前台北市副市长李永平。英伦好，大家好。以及退役少将厉正杰。议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是共军围台军演的第2天。好在昨天的第1天其实重点是在海空战备警巡，还有要港封控的演练。好，到今天第2天的时候，就是进行了实弹射击。好，所以我们也看到了，在微博上，中国军号连发了好几篇啊。所以我们先大家看到这个，它是这个说现场影片说东部战区发布了远程火力的实弹射击画面，说在30号的上午，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陆军部队组织对台岛北部相关的海域实施了远程火力的实弹射击，而且说全部命中。好，所以现在这画面就是现场的状况，他们直接透过影片秀给大家看。好，那当然，这中国军号的微博当然不只是这个。我刚才说它连发嘛，包含他还讲到了这个正义之锤这个封港断线说这个牵手回家若不归出手重击莫后悔有押韵。好，另外一个则是恶猴说这个恶台岛海上咽喉断台独外援妄想。好，说这个海警局联合环球时报发布了相关的海报。那还有看到这个是中国海警局发布执行巡查现场的影片。好，我们也带大家来看一下。我是福建海警 S609舰，这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管辖海域，我敢正在依法巡逻管控，唔通妨碍我执法公务，为台独分子卖命，只有死路一条。攻台义这跟台湾是比较亲近的那当然你看到嘛，他们这个威吓的这个行动非常的明确。但是中国大陆的国防部也是特别讲说这演习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跟外部势力干涉的严重警告，解放军打独促统绝不手软，将持续的组织反分裂、反干涉的行动。好，这是他们国防部发言人的最新说法。好，但是我们还是要看到对比到我们自己台湾这边，好，围台实弹军演第2天，总共是侦获了144共机舰这是今年单日的最多。好，那这也是史上规模最大的环台实弹军演这演习的面积跟抵近的这个距离都创纪录。好，我们看到在今天持续进行嘛，那范围横跨中国海事局所划设创纪录的7个区域。好，无论在总覆盖面积或是接近台湾的距离，都超过过往演习的规模。好，昨天已经有跟大家讲了，2022年的裴若曦来台，到现在的这个正义使命2025，它的距离越拉越近，现在几乎是在我们的家门口进行实弹的演练。好，所以呢，大家就好奇说，这到底剑指的是谁呀？解放军平潭射击 PCH-191火箭，说已经对北部完成了实弹射击。好，那这当然就是东部战区这边宣布的说先前共军发布的宣传影片就有特别的锁定台湾的海马斯火箭，那希望这个将海马斯火箭当成共军远程火箭捉对厮杀的对象。好，那解放军新职作战力量也参与了围台军演，那大家就发现说在东部战区公布的资讯里头，有多支新职作战力量正在参与进行这个正义使命的2025演习。那其中包含的就是2栖攻击这个舰编队，还有轰炸机编队以及无人机部队。那这也是075型的2栖攻击舰首次出现在围台军演当中。好，075型过去就被叫小航母嘛，所以大家有很关注这一项。那这被视为是夺岛利器的2栖攻击舰，尤其是已经服役的075型，好，已经还有完成首次海试的076型的四川号。那被中国大陆网友形容说这是高悬在台独分裂势力上面的头上。好，这个达摩克里斯之剑
好，那我们也看到军演必备嘛，因为共军曝露了一个破梗除妄的海报。那他们说在这一次正义之盾的海报上面有2块，大家可以看到刻有长城图案跟81军徽的巨大盾牌就是这2个盾牌分别插在了台湾的岛的东北跟东南外海。2艘驶向台湾岛运有海马斯等武器的货柜货轮折返，那有3架大力神的运输机折返，然后3艘维吉尼亚级的核潜舰在水下被拦截。好，这一个海报上面有在讲这么多的这个寓意。好，但是我们要关心川普对这次军演到底什么态度？因为中国大陆他们第一时间说的是因为美国军售给台湾导致他们不满。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川普怎么说。好，我们来看一下。Well, I have a great relationship with President Xi, and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I certainly have seen it, but he hasn't told me anything about it, and I don't believe he's going to be doing it. Does it worry you? No, nothing worries me. But Nothing. You said where there's smoke, there's fire, right? So if you're in circle, if you're doing naval exercises and air exercises. I've been doing naval exercises for 20 years in that area. Now people take it a little bit differently, but in fact larger than they're doing right now. So we'll see. But they've been doing that for 20, 25 years, yeah. 好，川普特别讲到 nothing to worry 所以这个应该是他整个基调的定盾。好，我们看到了这个川普讲的，他觉得过去的这个军演还比较大现在还好了，还好。好，但是这个到底有没有阴谋因为 CNN 说北京企图要模糊演习跟开战的界限，说近年来中国大陆跟台湾周边的演习在复杂性跟规模上都是不断的扩大。好，那分析人士认为演习越来越注重的就是模拟封锁，那表明北京可能正在试图模糊演习跟准备攻击活动之间的界限。所以大家还是想起这过去这个裴洛西访台这件事情其实那时候这个军演就是让大家觉得好像那个时候是开始一个围台军演的起点。那前国安顾问苏立文也坦言确实当时的状况让台湾周边作战的环境改变，到现在都还没有恢复，所以代价远超过益处。好，这个苏立文他就讲了大白话了。好，那我们也看到了解放军锁台，今天是第2天，我们先问将军。第一个，昨天在有台的节目，我已经这个研判出来它 PCH 这个191火箭炮应该会在平潭对这个2号目标区，也就是说我们看到上面演习区的这个新竹外海那边那块来做设计对这个地方，为什么那块？因为第一个这个地方是台湾跟平潭是大陆跟新竹台湾海峡最近的距离，大概只有70公里，所以它在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它PCH 191火箭炮的设计。所以那另外来讲，我还研判了2个地方可能会做实弹当然现在来讲新闻还没有发布，可是我们也可以观察了，之后下午还有这个1个下午的时间。第一个，我认为在澎湖那边有可能是用舰炮的实弹设计然后在东部海域演习那块，极可能是它这个比照斐洛西来台那次用导弹越过台湾上空，对这个地方来设计。那我刚才有看到这个 PCH 191落到海面的这种镜头，我跟各位讲，这看到我真的是非常的担忧，因为这种火箭炮合理来讲是打面目标的。你看它如果说我们不晓得它这个射程有多远但是它依据PCH 它所公布的官宣的资料，它最近也可以打到100多公里，最远可以打到500公里，看到它的弹种，那平均可以射击30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说是在这个地方来，我们大概西部海岸的所有重要的军事目标，还有我们主要的这种政治或经济的场所，都是它在火力的射程范围之内。那合理来讲，这种火箭炮打出去应该是一片面目标，它以面目标杀伤为主。但是你居然看到它居然打成点目标，也就是它总共发射了7发的这种导弹，那7发可以在这么远的距离里面，同时精准命中一个点。那我试问一下，如果这种状况来讲的话，你怎么去拦截它？你没办法拦截。那对一个点来讲，它是饱和攻击。譬如说，他今天要打你一个雷达站。那它7枚，这是它只发射7枚，它7枚同时打到你这个雷达站，你在旁边你要部署多少枚的爱国者或天空导弹，你才有可能拦截。我们合理来讲，如果2发这个爱国者或者天空导弹去拦截1枚这种火箭炮，非常划不来，
因为一枚它这个火箭弹来讲的话，大概15万美金左右。可是我们如果说爱国者3号的话，一枚就要500万美金。那如果用2枚拦截一枚，就是它15万换你个1000万，那我们到底有多少个1000万可以去拦截？尤其是说它这种射击的方式哈，你必须这个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从军事武器的角度来看的话，它可以把那个面目标射击的武器打成点目标来射击，就像机枪。我们知道，就是一片扫射出去是打一片的面积嘛。但如果说你一阵机枪打出去，它全部打在一个点上面，哇，那你怎么防啊？你这个点你根本跑不掉。所以我觉得这是很严重的。第二个来讲，在东部海域哈，这个075这2栖登陆舰，我觉得我们台湾国防部也要特别留心跟注意。为什么要留心075这艘在东部海域呢？因为我们自己台湾在这个几个月前，我们曾经邀请日本、美国还有我们台湾总共11个上将在做那次兵推。我特别注意到那次的兵推他们推演的内容。那时候我们自己的这个演习，这个红军的指挥官叫徐元溥上将，他的作战的用兵就是他演习解放军他攻击目标就从台东登陆的。那时候颠覆大家的观念，大家认为解放应该从西部地区登陆，但是没想到那是我们自己国军，我们自己在推演的时候，我们的假想的想定就是从东部地区登陆。那是不是解放军这次演习有看到我们那次的新闻报道，所以他在这个东部海域摆了一个075。当我们一直认为说是敌人不太可能在东部地区登陆，登陆以后，你看在台东登陆以后，那如果说他要翻山越岭到台北地区来，那根本就是路途遥远，也不太可能。可是你要知道，当这个地方如果说东部地区被他占领之后，他控领了台东港之后，他大可以用台东港，他做他的后勤补给基地，然后甚至于向远方来讲的话，像太平洋来讲，可以威胁拒止美军的航母在这个地方接近。好，我们接下来问赖教授。大陆这次有公布它的实弹射击，总共有7个点，是这个7个点都有意义的，包括如果日本所谓的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你要进来的话，在这个区域拒止的船舰上是可以完全摧毁的。如果美国从南海或者是从巴士海峡这边进来，东部进来，也都是完全可以摧毁的所以它本身关于台湾海峡这个部分，它有设定几个点，然后在台湾的北部、东部都有设定几个点，都已经很早就公布了也就昨天它公布了7个实弹射击点，今天就开始打了，给你看了。那这个实弹射击点，它首先今天早上打给你看的，就是由陆军，它还不是由火箭军，也不是由空军或者海军所打的这个区域拒止的精准超高音速的导弹，它打的是陆军的这个远香火。就是远香火箭弹远香火箭弹你可以把它说成是火箭炮它是多管式的火箭炮，它造价很便宜，所以它的完全是自动化的生产，所以他们叫做就是量大管饱，就是数量很大，然后管理吃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它这次您看到了，就是它的设定点已经看好了，然后所有的炮弹都集中在那个区块。对。这种远香火箭弹基本上是中央山脉以的脚下一直到沿海，基本上全部是在它的覆盖的范围内。因为我们的台湾海峡平均宽是180公里左右，那你从台湾海峡进入台湾之后，一直到中央山脉，基本上不会超过300公里，所以是在它的全面的这个覆盖范围内。由于它是用北斗卫星军事规格的精准制导，所以它的准确度非常的高，不管你的弹药库、你的油库、你的机场、你的港口、你的装甲车的基地，你所有的军事基地，包括你的这个爱国者的导弹，包括你的雷达，几乎都在它的导弹的范围内。所以我觉得它在这一次，而且就打在你的眼皮底下，就是打在你24海里的毗邻区，打在这个地方靠近台湾，然后就打给你看。那这个也打给日本看，也打给美国看。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大陆就代表说他们解放军的实战的能力很强，马上演习。这次演习跟以往很大的不同在哪里？他把演习跟实战整个把它模糊化了。过去我们都知道，例如说美国要搞一个军演，环太平洋军演，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军演，军事演习。
美国跟日本的军演在北海道也是一个军事演习，但是解放军的这个军演已经把演跟战混在一起，你很难弄清楚它什么时候军演，什么时候转成为战，因为它已经贴近你的12海里之内了，也就是说，再强调已经打进12海里了。那我们一般来讲说12海里就是所谓的领海，那现在已经没有领海了。每一次的演习就改变一次的现状，一次的演习防空识别区没有了，一次的演习台海中线没有了，一次的演习24海里没有了，一次的演习12海里没有了。好，所以也有人担心下一次的演习会不会又更贴近？永平姐，对，刚刚赖岳谦教授最后讲的这一段哦，其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前这个国安顾问 Sullivan 啊，他会认为说裴洛西访台呢，其实是麻烦大过利益，他觉得得不偿失。因为很简单，裴洛西访台呢，就是中国大陆刚第一次启动这个环台军演，是，而他启动环台军演的这个时刻呢，他就彻底的没收了海峡中线哦，然后呢就开始步步进逼。换句话说呢，对中国大陆来讲，裴洛西的访台就表示了美国呢，并违反了他当时美中的所谓对台3公报的一个原则，就是说等于他干涉了，打破了默契，打破了那个默契，然后他干涉了从中国大陆来讲的中国内政，以及呢没有遵守他的一个中国原则。那这一次的演习对美国对中国大陆来讲，美国更进一步的呢，对于他的这个3中报。还有原本的大家遵从的一个中国的原则，跟他附属的签订，他对台的军售可以贩售，但是呢，只能贩售防御性质的武器啊，比如说你做爱国者飞弹，他飞弹打来我们拦截，这种他勉勉强强可以叫做防御性。可是你这次买这个海马斯飞弹，你这个是攻击性的啊。那美国直接攻击性，然后在川普在那边好高兴说，哇，有史以来里程碑式的最了不起的军售117亿的美元的同时，对中国大陆来讲，你就是真的跨越了那个航线。因为对中国大陆的那个反分裂法里面呢，它有它的那个红线的设定，除了说台湾自己修宪，宣布台湾独立以外，外国势力干预也是一个关键。那外国势力干预，譬如说美国，就是你是不是违反签的3个公报，跟违反了一中原则。所以这一次哈，如果不是美国的这个军售，如果今年不是中国大陆呢反法西斯斗争的80周年，以及又有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说，他不会在年底的这个军演呢名称要改成叫做正义使命，因为正义使命对他来讲呢，打台湾不是他的正义啊，因为他本来就认为台湾跟他是一家的，他的正义讲的是对于美国跟日本，尤其是日本这个反法西斯抗争来的，所以对中国大陆来讲呢，现在就是美日的情势复杂到呢，我觉得台湾这一次有一点是算是，当然啦，这也跟赖清德政府努力配合美国人有关就是说赖清德的台独势力跟美国人的结合，跟日本的右派呢，造成了台湾现在的危机。是，所以现在整个局势是非常复杂的。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观众朋友，现在战争的性质已经根本性的转变了。好，我们过去常常说，小国如果要对抗大国的话，我们要提升我们的不对称作战能力。好，但这其实不只是小国，其实大国也在进行不对称的作战。好，我们就来看到这个共军的环台军演，他们发布了一个 AI 影片。好，这个 AI 影片呢，有暗示日后攻台将会采取无人作战的模式。好，我们看到了相关的影片已曝光这是东部战区的宣传海报跟短影音。那这也先后出现了鹰群无人攻击机、沙群无人潜艇，还有无人潜舰，
以及这蜂群的无人侦察、打击干扰机，甚至狼群则是机械狼。影片当中还出现了持枪的机器人，搭配了无人、无时、无处、无敌等文字。好，观众朋友，这是 AI 的影片，但是这是不是预料着未来共军的方向就是这样前进？好，这也是一种不对称的作战。好，那我们看到了中美的无人机确实真的这一次也在围台军演当中被说在台海的上空较劲。我们赶快来看，这是根据台湾区域安全通报说，中国无人机编号有这个从福建泉州的晋江机场起飞，在澎湖西南空域盘旋，然后另外一架美军的无人机疑似信号出现在高雄市的上空，所以就演变成中美双方无人机在台湾上空隔空的在较劲。好，那讲到无人机，大家也关心现在很多的国家都希望能够做无人机，那像是日本要起草安保3文件修订纲要，然后纳入的也是无人机作战。然后还有增加军费，这个是28号相关人士证实说，日本政府要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安保相关的3份文件，那希望在明年夏天要制定概要方案，而且已经就此展开了协调。这内容将反映到明年8月底提出的2027年的年度预算案，目的就是要增加防卫的费用。好，那我们看到了中国大陆的这次军演大家当然会说这到底是牵制谁呢？我们稍早也有稍微讨论到。好，但我们先看到中国大陆国防部的发言人特别讲说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跟外部势力干涉的严重警告，说近年这个外部势力在台湾问题上面频频越界踩线，给台独分裂势力壮胆打气。好，这暗指的是美国，也可能是日本。好，所以有人说这是不是在牵制美日？好，甚至我们看到这一次的军演全面的堵台阻美日，也就是区域拒止的这个讯号特别强烈。那专家也解析这次的行动目的也包含展现解放军能够阻止美日等国介入台海的局势。那也让2027年中共将具备攻台能力的这项评估持续受到国际的关注。好，那中国大陆现在是不是想突破第一岛链？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说就是这种概念，它就是希望突破第一岛链的封锁。好，一旦台海发生冲突除了比较靠近台湾的部分日本岛屿跟居民恐怕会受到波及之外，其实台湾命运也将跟日美安全同盟紧密的交织在一起。好，那这次共军的演习有学者认为蛮具中俄联合的色彩他们觉得这一次更展现了是中国跟俄罗斯协同，那共同牵制日本自卫队五海联动的战略构想。好，试图透过军事来转嫁整个内部的压力，那甚至也对台进行认知作战。好，我们看到这是刚刚我们对于这个中共的军演，它跟一些区域之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要看到就是日本啦，日本现在怎么思考呢？我们看到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他睽违了2个月，上任2个月之后，终于正式的搬入了首相官邸，不用再搭公务车往返，因为他从10月21号就任之后，都一直搭公务车在议员宿舍跟官邸之间往返他现在是正式的搬进到他的这个官邸的住宅。好，那日本媒体甚至现在对于解放军演习他也认为目的是对台独势力跟外部干涉势力的严正警告。那被认为是带有牵制高市早苗在11月7号国会询答当中讲台湾有事的发言，有这样子剑指的味道。那甚至日本的防卫省前副大臣也特别讲他说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演习这是认知作战的一环。在日本制造日本一发言就会变得很危险的一种不安情绪。那日本的驻中前武官小原凡司则认为说解放军选在年底举行军演，除了是对台湾施压之外，还可能是向美国施压影响，那意图要在美中谈判当中争取更多的优势。好，那当然我们也是关心除了高市早苗的话语，前首相石破茂怎么看呢？我们来听一下。隣国である中国と決して関係を悪化させ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はずっと歴代政府が心がけてきたことだし、それは議会もメディアもそうだったと思う。きちんとした客観的な状況を認識しないままに反中とか喧嘩とかそういう意識が高まりつつあるとするならば、
それは決して良いことだと思いません。じゃあ我々が大戦中にどのようなことが行われたのか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きちんとした認識があるとは思わない。やはりその感情に左右される対外関係というのは極めて危ないと思いますね。好，石破茂的苦口婆心、高市早苗会听进去吗？好，因为这个是军演相关的部分，我们一样先问将军。我们先看好这段影片，未来作战都是无人作战的这段影片啊，我觉得这个解放军他不是在恐吓，而是他真的做得到哈。我讲几个具体的东西，大家知道，在天上飞的，大家都知道，他解放军的无人机事实上是种类非常多，而且这个数量形式也很多哈，有专门侦察的，也有专门攻击的，也有察打一体的，也有无人超音速的，也有也有轰炸型的哈，各种式样都有。譬如说，我现在简单讲，大家都听过无侦系列吧？哈，有听过彩虹系列吧？哈，听过这个攻击系列吧？哈，最近还出来一个叫红海系列，哈，又是一款新式的无人机。那这个每一个系列它都有很多种。那另外来讲，他讲说蜂群哈，那个大家不要忘了。在前2天才试飞成功的有一架无人机叫9天无人机，它上面可以带好几百架的小型无人机，那真的出来跟所有蜜蜂一样放在天上，所以这是在天上的部分。那水面上面，在去年这个珠海航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看到它展现出来叫做虎鲸的这种无人作战的艇，这是水面上面。水下面的是什么呢？水下面93阅兵的时候，它展示给你看。那一架叫 AJX002 哈，美军那时候也看到也吓一跳，美军还特别去做研究，为什么解放军这个无人水下潜航器到底是什么功能？是像这个俄罗斯那种类似鱼雷的功能，还是它可以在水底下作战？那这些都是无人整个系列。陆地上呢，大家更不要讲了，它已经展示过很多次啊，包括到所谓的这个机器狼哈，作战狗。那未来的作战极可能就是一种无人的作战形态，甚至于当战机，我们看到中程僚机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我认为说是在未来来讲发展，当然日本这时候也想要发展这种无人的机具，可是日本在这方面如果说要追上中国，我觉得可能会有一段的差距，因为中国毕竟来讲已经这个打下很深的一个根基。我们看到包括到这次王力宏他的这种机器人的伴舞哈，那个动作跟去年的春晚晚上的那个机器人动作就差很多。那为什么短短1年之内哦，他们这个 AI 技术可以进步了如此神速？那你说别的国家日本或美国想要追上可能会很难。那讲到我们台湾的地缘，我觉得这是地理的位置。如果说大陆想要发展海权，他想要突破第一岛链的话，他最好的方向就是从台湾。所以以前大家有讨论过啊，对不对？这个福建号航母最好的基地是什么地方？就是台湾嘛。有了台湾以后，它就可以这个融入大海一样，就马上进入西太平洋。所以大陆来讲，不可能放弃台湾的了。我们接下来问赖教授。大陆所展现出来的，这不只是动画而已啊，它事实上已经有很多已经进入量产了啊。例如说您所看到的啊，这个93阅兵所展现出来的，它事实上已经编列到部队去，编列到部队就代表它已经开始量产，开始生产。那9天我们叫做无人机航母，它本身的有效的载重是6吨啊，我们一辆小型的发财车就是1吨半，那你想它可以装4辆小型的发财车上去，一架这个无人机可以载重这么大，你看它可以装多少这种自杀式的这种无人机的炸弹可以在外面来飞行，所以不管是水底下的水面的、空中的、地面的部队，尤其是这个美国一直想引导台湾的台独在台湾搞这个城镇战，但未来大陆要跟台湾打城镇战，它不是先用人跟你打城镇战了，它是先用战狼，先用机器狼，然后用机器人跟你打城镇战，然后用无人机，然后对空中对于你进行一种制压性的攻击，然后等到你的有生战力都消耗差不多以后，他人再进来做最后的清理战场。那问题就是台湾人要死多少？你还要配合美国去打这场为了台独，而问题是在于我们的国军是不会为台独而战的，因为国军的政治教育几十年来都告诉你说我们不会为台独而战。那另外我们就问了，
那台独的这些人有没有人去读军校？几乎没有。也就是说，台独的他们不会，他们的子弟不会去读军官学校，也不会去读士官学校，更不会去当志愿役的军人。所以没有台独的军人，然后呢，却要我们这些不会为台独而战的军人说为台独去打仗，他才不会打嘞。那难道你叫这些什么熊的啊？他们拿着枪顶着我们的军人的后脑刀，说你给我打前面，你不打往前冲，我就把你鞭死。那你怎么可能？你台独人更不会打仗，他一转过来给你鞭死了。所以我到底是谁会打？我觉得想清楚，没有人会为台独打仗。那台独人自己要去当兵，才能够为你自己打仗。可是问题就是你连军校都不读，你连志愿役都不当，你还能打什么仗？另外，我最后讲一点啊。我觉得这一次的军演，其实你看正义之盾也好，正义之剑也好，这2个重要的科子目，很明显的你会发现，就是针对美国、日本来的。那日本不是说台湾有事就日本有事吗？为什么高市早苗到今天还在搬家，不管台湾的事啊？他现在搬到他的官邸啊，那不管台湾的事，讲2句话嘛，高市早苗。好，永平姐怎么看？是啊，这次这个中国大陆选在今年底。马上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啊，要进行这个军事演习呢，它其实对着美日的比例其实是比台湾还要高，因为严格讲起来，如果他真的对台湾有所企图的话，其实未必需要进入岛内，他如果能够相当完整的实施封锁，时间一长，台湾的天然气11天就用罄了。我们很多的电力什么的各方面呢，通通都会接续不下去。那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你如果电网被破坏了，通讯再不行，各方面的补给没有了，尤其是我们的食物的自产自足的也都不足够，也都要靠进口的情况下，很可能台湾就撑不下去了。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我觉得日本同属自民党的前首相石破茂呢，他对日本来讲，他才是一个负责任的政治领袖。他直接去讲，如果一旦台海真的有事开战，可能日本比台湾还要惨呐。所以日本的政治人物搞不清楚状况，因为对中国大陆来讲，台湾是自己人啊，他也许封锁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他何必要真的流血呢？可是对日本来说，如果不去检讨2战时期的日本的行径，然后对2战的责任真的没有真诚的这个歉意的话，就是石破茂讲的啊，真的去看看到底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做了什么。我最近看了在中国大陆讨论度很高的南京照相馆，我觉得那个电影拍得相当的有力感人。他就是利用当时真正在这个日本报纸上揭露的那些照片而且里面把日本军人嚣张的行径用非常感人的影片，然后人物都非常立体的把整个南京大屠杀的这个故事影像化。但是日本的教科书他们完全否定，完全不愿意面对历史。如果日本人他们真正的下一代年轻人都知道这样的历史，都看过这样的电影的话，他们绝对知道说，你如果不好好谨慎处理跟中国大陆的历史性的这个关系，你真正对中国来讲，他对台湾是没有仇恨的，他对日本是有仇恨的。那种仇恨一旦发生出来的话，那日本非常的惨烈啊！我觉得这件事情是真的，日本政治家一定要很关注的部分。好，中日民族不同，还有国仇家恨哦。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
好，我们再来关心到就是美中哦，所谓川普的 G2 哦，其实他们的经济也算是硬碰硬。先来看到就是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他说中国近期在全球对民营企业采取的报复行动，好，那目的在借由阻止外资进入美国的造船业，还有其他相关关键的行业，好，要来影响美国的政治，而且控制全球的供应链。那甚至他说啊，恐吓的企图不会阻止美国重建造船基础，也不会阻止美国反击中国。好，这是美国的贸易代表所认为的。好，但是呢，现在美国啊也挡不住，因为啊中国出口的这个部分现在转向到了欧洲或是东南亚。好，我们看到它在对中国商品寄出高关税之后，却没有能遏制它的这些低价的商品在全球泛滥。那中国产品就改道流入了其他市场，所以有把一些出口的重心移到了像是欧洲或者是东南亚。那日经亚洲则报道说，为了防堵中国低价的商品流入到本国市场，所以有很多国家陆续的提议要提高进口关税，就学川普啦。好，所以全球正掀起一波仿效潮。好，那中国的廉价商品涌入我们也看到了有经济学家他认为说啊，大量无法进入到美国市场的这些中国过剩的产能，就会改道进入到英国这里。好，那这一场冲击正威胁着英国本土的钢铁还有汽车产业的生存。那另外我们也知道嘛，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看起来现在中国大陆应该算是今年的赢家，因为稀土卡住了美国的咽喉，所以美国媒体也说啊，习近平啊最终真的是以胜利结束了这一年，主因就在北京掌握了美国的弱点稀土供应链，那也迫使了美国总统川普在关键政策上面屡屡的退缩。所以专家也认为习近平可能希望在2026年进一步的推动，要推动什么？也就是美国改变台湾或是对科技产业的政策。所以这个2026年习近平跟川普还要见面所以会有什么发展，我们大家也会持续关注。但是川普的关税真的有把美国变得更伟大吗？恐怕是不是反噬呢？我们看到银价大震荡暴跌又暴涨。好，马斯克说这会冲击到工业的生产。我们看到他是在29号首度突破了每英两80美元大关之后，大跌超过了9%，就单日的走势就像云霄飞车暴涨暴跌。我这个投资人心脏要非常大颗。好，马斯克就说中国官方在2026年的元旦开始要对白银实施出口限制，要求企业取得政府许可才能出口。他说这不是好事呢，许多的工业制程都需要用到白银。好，那美国的企业破产数创了15年新高，制造业是重灾呀。好，我们看到华盛顿说啊，在关税政策跟通膨这个升温的双重夹击之下，全美截至到今年11月，因为企业破产流失超过了7万个制造业的职位。那许多破产的企业恰恰都是川普声称得利于关税政策的制造业企业啊，所以根本就是在川普的脸上啪啪打了2个很响的巴掌。好，那我们也看到美银啊，特别也说，这个是执行长他讲，在经历1年的市场震荡之后，川普的贸易战现在逐渐出现降温了。好，预期明年美国平均的关税水平收敛在15%左右，但是不确定性明年是明显降低，那也有助于企业重新调整投资跟营运的决策。好，但我们还是要看到美中他们现在还有另外一个战场，就是科技战了。美国现在延后对中国大陆的晶片关税，那封测链也加快了全球的布局。那另外也说啊，美国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小型的自主机器人说能感知、处理讯息，还有自动移动，具有潜在的革命性医疗的应用。好，那美国的部分跟中国的部分，我们来看，因为现在字节传要斥资4000亿来采购华为的升腾晶片，而且说首批晶片即将要交付。那甚至呢，中浩新英的创始人啊，他也特别讲说他们公司第1代的 TPU 晶片产品已经在2023年落地那第2代的晶片已经进入到测试阶段，那就计划明年要正式推向市场。
好，他们的第一代 TPU 哦，其实算是算力效率哦，说已经达到或是超过同级别辉达 A100的 GPU 约1.5倍，那耗能是降低30%，所以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他们在晶片AI 上面持续的不断这是快步的在向前跑。当然跟美国之间就成为了互相的劲敌。好，我们看到一开始美中的经济硬碰硬，先问赖老师。美国要再跟大陆打这个贸易战、关税战、科技战我觉得他们已经手上没有筹码了，打不下去了。现在只能够放狠话。所以我个人认为，格里尔能够在施展的这些手段、工具箱已经几乎都耗尽了。那他表达盛气也没用因为他根本手上已经没有筹码了。另外，有关于日经亚洲，它这是造谣了，非常明白的造谣。因为这个媒体本来对大陆就是属于仇中反中的一个媒体，它对大陆不友善为什么我说它在造谣？大陆跟非洲大陆确实跟其实是大陆也是主动的在下降跟美国的贸易额，一直在下降，一直在减少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尤其是对于美国的贸易依赖，也就是说大陆的产品越来越少卖到美国去，那它确实往非洲走，可是大陆跟非洲之间没有这个贸易竞争的关系，而且大陆对非洲几乎都是零关税，单方面对非洲是零关税，非洲对大陆有设关税，但是大陆对非洲不要关税，那你就可以看到，因为没有竞争的关系，所以大陆非洲还是从中国大陆进口大量的东西，亚洲 RCEP 也几乎90%以上都是处于零关税的状态了，所以亚洲国家不会对中国大陆课关税，因为对他来讲不利。韩国是如此，日本也是，澳大利亚、纽西兰，那更不用讲东盟的10国了所以我觉得日经亚洲没有说实话，唯一有可能的地方，也是最近在吵的地方，那就是欧洲了。欧洲从拜登时代，欧洲就已经单独的对中国大陆课关税了，包括这个电动车课了45%以下不等的关税，也包括对钢铝课关税，但是这个跟这个川普的贸易战开打之前没有关系，所以他没有说实话。那现在欧洲有在传出声音说，如果中国大陆不向欧洲买更多的产品的话，那欧洲有可能要跟中国大陆课关税，但是这个只是说而已。为什么说只是说？因为他知道你对中国大陆课关税，中国也会对你课关税。那大陆目前来讲，已经对于欧洲的对于它的电动汽车跟钢铝的关税已经开始反制了。例如说 Cognac 白兰地这个已经被反倾销税已经课了，还有就是猪肉的反倾销税也课了，然后乳酪的反倾销税也课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你欧洲要对中国大陆课关税，你的筹码也越来越少，因为你欧洲一方面在跟美国打贸易战，二方面你怎么可能在展开跟中国大陆的贸易战？你根本如果真的是如此，根本就没有活路了。所以日经亚洲的这个分析不是事实。好，杨平先怎么看？2025年现在已经进入到尾声了马上我们再过一天之后呢，我们就要说大家2026新年快乐了。所以呢，现在大家纷纷的都在做一种2025年的一年的回顾。那现在美国特别西方媒体呢，已经慢慢的大概大家这个尘埃落定了都认为说这一场由川普美国总统发动的贸易战呢，关税战呢，像是对付中国大陆，可是到了年底看来，中国大陆应该是赢家这件事情连西方媒体都是这样判断。那主要当然关键就是稀土王牌被习近平掌握，而且呢，他不害怕使用。那一丢出来以后呢，大家都受不了所以美国川普呢，他就开始步步退让。可是除此之外的还有几个指标，譬如说，本来大家都预测的川普关税大棒一出来之后，哇，那个中国大陆什么生产企业要倒一片啦，这个对外出口会受到很大冲击啦，没有它的第3季跟第4季中国大陆外贸呢又一直创新高它今年的整个这个外贸的收入呢，到目前为止又创了新的高度。
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就说明说它分散到其他市场的布局战略完全成功。而且呢，因为它非常有能力控制它的生产成本所以就以说刚才赖教授讲的欧盟他跟中国大陆是有在谈判要提高关税或怎么样，可是他们就发现，即使是电动车，即使是按照欧盟的关税来克，它还是有竞争力。为什么？因为它的车子就是又原来生产成本跟它的价格就是又好然后成本又 CP 值高，然后它又甚至它可以承担那个关税之后，它还可以有竞争力。所以中国大陆的那个整个产业链、供业链的齐全的可怕性，也是现在终于西方的各种专家都认可，而且认为说美国确实没办法，你这样子搞下去也是输。那果不其然，证据在哪里呢？就是 Washington Post 的这个报道，他说川普讲了半天，说我课了关税，就是要把制造业复兴，让美国伟大。结果他要复兴的那些制造业，截至11月为止呢，流失了7万个工作岗位。那为什么会这样的原因？因为美国的制造业早就不完整，是断裂的。那你不分青红皂白弄关税来讲，你就使得原本有一些制造业，它可以用比较便宜的成本得到一些半成品，他在进行组装的呢，连这些人都要倒闭，所以就叫做适得其反，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这就是美国川普总统现在的处境。更不要说他还有官司在等着他，会不会大法官宣布你的关税通通是违宪的，现在还不知道。对，可能还会再打2个巴掌。好，将军怎么看？其实欧美这些国家那时候把中国当作一个世界工厂，那很多基础的生产品都在中国生产的，比如说衣服啦、鞋子啦，那时候中国大概也做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欧美这些国家享受了20几年的那种又便宜又好用又美观的商品，用了20几年，享受这20几年，那他们自己已经失去这方面能力，但是他没有想到说，中国民众来讲，事实上是很勤奋又很聪明的，所以他慢慢来讲，他自己就升级了。他原来从开始只是生产衣服啊、鞋子啊、这类的这种比较日常生活所要的东西，他慢慢已经升级到所谓新质量的时代。我们看到中国现在新的产品，包括电动车，包括到这个绿能的电池、太阳能发电这些包括稀土产业，这些种方法已经升级了。但升级来讲的话，它虽然但是它的物价它的成本它并没有升高很多，因为它还是保持它以前那种方法。当然，对全世界原来美国、欧美国家以这个他们的产业自然就会受到威胁，因为你中国卖过的东西还是那么便宜，还是那么好。那民众来讲，他当时要便宜、要好用的 CP 值高的，这一般消费者来讲最基本的选择，这样无形之中对欧美这些国家就造成很大的压力、很大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你没有办法，因为你必须你欧美自己要去思考。为什么你做的东西又贵又不好用，然后成本又这么高？你自己要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才是商业基本的嘛。你不能说，我这明明东西我只要卖你100块就好，你说不行，你一定要卖我300块，要不然我就课你关税。那美国已经今年这1年已经证明，美国这种关税政策已经失败，他想要将产业拉回美国将制造业重新拉回美国。事实上，证明到现在1年下来，我们没看到有任何大的产业再回到美国。那第二个来讲的话，反而让美国一般民生用品这个大家竭尽想办法去东西，除了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增加之外，那我们没看到美国民众这个从关税得到什么好处。虽然说川普放话了，说大家可以今年赚了多少钱的关税然后平均每个人要发多少钱的现金给你们，但事实上。你现在你这个钱对民众来讲的话，对有钱的人他会富者越富，但是对贫穷的人来讲会贫者越贫。我们从这个上一季美国所公布它的经济成长是很好，数据很漂亮。